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我们继续来回顾这一部美国独立战争的剧集《约翰·亚当斯》第4集。美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荷兰，亚当斯的病也在好消息的振奋下日渐好转。荷兰外交官亲自登门造访，给亚当斯带来了借款的支票。这是一笔500万的贷款，那1000万的贷款已被批准分2次交给美国，而且特别优惠至5%的利息。这接踵而来的好消息令亚当斯相当兴奋，最开心的是他被再次派往法国，在英国和谈的会桌上提出有利于美国的条款。1784年，法国的天气阳光明媚，亚当斯在签署完与英国的和平协议后，又被继续留在法国，处理美国与欧洲各国的商业政治磋商。于是亚当斯把妻子阿比盖亚接到了法国，夫妻久别重逢。阿比盖亚为周遭的华丽感到局促不安，成排的佣人，富丽堂皇的房间摆设，直到走进一间偏僻的布满灰尘的空置房间，2个人才终于无需掩饰地互诉衷肠。约翰·亚当斯主动向阿比盖亚道歉，请求妻子原谅自己许久未给家里写信，并为妻子独自承担家和照顾孩子的重担而深感内疚。阿比盖亚却将满腔的埋怨一扫而光，看着眼前这个优秀的丈夫，满眼都是幸福和骄傲。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种知己战友般的爱情吗？我不知道，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人都能成功地找到能与自己携手一生的人，但是终其一生却很难寻到一个知己。爱情往往容易掺杂很多因素，如样貌、身份、贫富和地域等等，但是这些对于知己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任何一种值得被计较的东西都是对知己之情的亵渎，而亚当斯和阿比盖亚之间的这种知己般的感情真的令人羡慕。也许这种被历史记载、被艺术加工过的爱情只存在于影片中吧。在这里，阿比盖亚见到了托马斯·杰弗逊，他与亚当斯聊起外交谈判、贸易协定等阿比盖亚并不熟悉的事物。杰弗逊找了个比较容易参与的话题，他询问阿比盖亚对法国的印象。阿比盖亚回答他，自己初来乍到，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所以妄自做出任何评价都是唐突的。这个礼貌的回答让杰弗逊对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大加赞赏。一个谦虚谨慎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智慧，并令人尊重。阿比盖亚也向杰弗逊表示同情，并欢迎杰弗逊能够经常来家里做客。阿比盖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1年多以前，杰弗逊的妻子玛莎去世了。杰弗逊所表现出来的谦和有礼、温文尔雅的气质以及帅气的外表、幽默的谈吐，让亚当斯夫妻赞不绝口，这也使他们在法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阿比盖亚很不习惯被人伺候的生活，亚当斯表示赞同。他认为人一旦习惯了法国这种贵族生活，那么就再也无法适应从前那种朴素的生活了。当老弗兰克林和赫尔维提亚夫人形影不离地来到亚当斯的临时宅邸时，阿比盖亚对这对老情人感到很反感。富兰克林带来了国会的一封任命书，任命亚当斯为美国驻英国大使，这意味着亚当斯很快就要启程前往英国伦敦。通知完这件事，3个人就坐在小花园聊天。老富兰克林主动提出和解，并顺便半开玩笑半拍马屁地恭维着亚当斯。亚当斯也并没有认真，大家一笑泯恩仇。富兰克林说自己也马上要离开法国，回到美国参加费城会议，进一步制定宪法。于是聊天的话题就围绕这个展开。杰弗逊担心每一个州的情况不同，一个统一的宪法是否能兼顾到每个州的情况，而不是造成分歧，这是最大的问题。亚当斯则是乐观地认为，独立那么难的事儿都成功了，宪法只是大方向下的小细节而已。富兰克林认为，小细节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之前各个州都因为共同的目标独立而绑在一起，现在这个目标达到了，大家共同的目标消失了。宪法的制定就牵扯每一个州的利益和价值观，一旦不能够达成共识，很可能就成为狄金森担心的那样，大家会因为分歧而分崩离析。这次谈话并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亚当斯带着妻子即将离开法国，他们和杰弗逊一起在广场围观载人热气球的起飞。这意味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在悄悄拉开帷幕。美国这个崭新的国家
将会乘上人类科技技术发展的顺风车。到达英国后，英国外交大臣卡马森勋爵安排的下属来见亚当斯，他向亚当斯教授面见国王时的着装和礼仪。苛刻的鞠躬让亚当斯有种卑躬屈膝的感觉。作为战胜国向战败国的国王行如此大礼，亚当斯深感不爽。但这并不是最糟的那一部分。当亚当斯来到皇宫，从楼梯上开始，大臣们就对这个来自美国的外交官投来了很不友善的眼光，仿佛在看一个背叛国家的叛徒。当他进入国王的房间，刚比王位高那么一点点的国王乔治三世恶狠狠地盯着这个可谓贱民的亚当斯，在按照礼仪行屈膝礼后，亚当斯在乔治三世狂傲的压迫感下，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亚当斯作为一个从眼前这个国王统领下的国民，变成另一个国家的大使，这种心理体验真是复杂而有趣。但对乔治三世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毕生的耻辱。眼前的这个贱民无论表现得多么谦卑，看起来都面带讥讽。亚当斯尽可能不失尊严而又得体地表达着自己的荣幸，以及作为美国大使所应当履行的责任。在一堆外交词汇的最后，亚当斯发自内心地说明，虽然相隔大洋两岸，身处于不同政府治下，但是这都无法改变双方拥有相同的信仰、语言，甚至同祖同宗这个事实，而这也是双方能够更好地在诸多方面达成共识的前提。这一段发自肺腑的话让乔治三世暂时卸下了满腔的愤怒，坐下来几乎是含着眼泪地承认了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接受了亚当斯作为美国大使的身份。当亚当斯即将离开时，乔治三世警告他，希望美国不要重蹈君主制的覆辙。亚当斯深以为然，看来这个国王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不堪。第二天晨报上就刊登了国王接见亚当斯的新闻，几乎没有一篇报道是正面描述，清一色地把亚当斯描写成一个糟糕的形象，借以释放民众对战争的失败以及失去殖民地的愤怒和挫败感。看来无论哪个国家的国民都一样喜欢用帝王视角看待国家政治，更有甚者建议把亚当斯直接吊死，这让亚当斯完全失去了吃早餐的胃口，整个情绪都不好了。这个曾经的故国，现在却完全不能给亚当斯和阿比盖亚带来一丝的温暖。3年后，阿比盖亚终于忍不住提出自己想回美国，回到孩子身边去。亚当斯一听，马上就给国会写信，他也一天都不想在英国待下去了。1788年，亚当斯和妻子回到了波士顿，在港口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孩子们都忽然长大了，让亚当斯快认不出来了。回到家里，亚当斯希望能够安度晚年，却被告知他在美国声望很高，会被提名为州长或者大法官，甚至副总统。阿比盖亚马上表示，只有副总统这个职位能与丈夫匹配，这让亚当斯哭笑不得。孩子们自由散漫惯了，小儿子在大学里酗酒调皮，被亚当斯训了一顿。大儿子忙着谈恋爱想结婚，被亚当斯制止了。果然，没多久，国会就送来了选举的结果。乔治·华盛顿被选为总统，而亚当斯被选为副总统。于是，亚当斯的政治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国会大厅里，亚当斯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华盛顿总统，他还是下意识地称其为将军。这个极富领袖气质的人，只是亲切地拍了拍亚当斯的肩膀，就让亚当斯瞬间扫去所有尴尬。接着，在举国的欢呼声中，乔治·华盛顿手扶圣经，宣誓就职。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d bless George Washington. Finally. 好的，本集剧情就讲到这儿。本集故事里提到了杰弗逊失去妻子的事。杰弗逊的妻子玛莎是一个二婚的寡妇，虽然玛莎在去世前留下遗言，希望丈夫再娶，但杰弗逊终身都没有再娶。
某种程度上说，杰弗逊是一个对婚姻忠贞的人。不过这件事儿另有原因。杰弗逊在弗吉尼亚州拥有一个名为蒙蒂塞洛的大型庄园，庄园中圈养着上百个黑奴。他有一个混血的黑奴情人，这个混血黑奴恰好是他亡故妻子的同父异母的姐妹。这个女人默默无闻地为杰弗逊生了6个孩子，其中2个夭折了。活下来的4个孩子在成年后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这在当时几乎是特例了。所以一个争取着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的人，同时是一个蓄奴者，这种双标又何尝不是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以及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屈服和局限呢？与杰弗逊相比，亚当斯和阿比盖亚没有奴隶，也没有巨大的庄园，他们生活的农场是那种自给自足的小面积耕地。而且他们2个都坚决反对蓄奴，他们是虔诚的清教徒，把蓄奴看作是道德上的污点。在本集的结尾是一段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过程，他是美国的第1任总统。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乔治·华盛顿作为大陆军总司令，指挥了多次关键的战役，并在1781年取得了最终胜利。1783年，英美在法国签订了巴黎条约。华盛顿辞去总司令职务，并以隐退的姿态回到了博农山庄园，而此时的他已然成为了全国民众敬仰的伟大英雄。1789年，乔治·华盛顿被国会全票通过担任美国第1任总统，为新生的美国奠定了政府框架和政策方向。任期内，他建立了内阁制度，并且积极维护联邦的统一，并努力促进了经济发展。1792年，他再次当选，总共担任了2届。在2届任期结束后，他坚决不再连任，并由此确立了美国总统最多连任2届的传统，被美国尊称为国父。确实，这样一个视权势为责任、不贪图依恋权势的人，能够在美国建立之初出现在美国，并成为美国的领导者，真的是美国人民巨大的幸运。好的，本集我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